去富豪家应聘女仆，裙子竟当场裂开。为了掩饰尴尬，女孩以天气太热为由脱下外套遮住暴露部位。就在她庆幸没被发现时，富豪老公走了过来。虽然路易莎简历平平，对未来没有任何抱负，但对方却决定录用她。And you might want to wear something a little less revealing. Oh, yes, of course. 其实女人不知道的是，今天是路易莎穿着最保守的一次。紧接着，女主人带她来到马厩改造的陪护房间，叮嘱她日常工作的细节。一想到月薪8万，朝9晚5，路易莎心里乐开了花。但当房门打开的一瞬間，她惊呆了。刺耳的怪叫让路易莎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Hello, Louisa Clark. I'm Will Trainer. Today. 原来威尔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想接受一切外来的陪护。之前的5位应聘者就是这样被吓跑的。隔天威尔看上去病得很重，路易莎以为这又是恶作剧，但内森却说高位截瘫的病人无法正常排汗，只要稍微着凉，体温调节能力就会失控。这时路易莎注意到威尔手腕上有自杀失败的痕迹，她怎么也想不通，明明老板已经坐拥亿万家产，为何还会自寻短见？直到这天，路易莎无意间听到了威尔父母的争吵，她才知道老板将在半年后执行安乐。对于威尔的决定，父亲选择支持，但母亲极力反对。 He's my son! Yes, he's my son too! It's his choice. This is what he wants. You know how much pain he's in. 这一刻，路易莎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合同只有6个月，因为那是威尔生命的全部长度。虽然这份工作的薪水可观，但路易莎从心理上想要逃走。然而，当她踏进家门时，所有的抗拒还是改变了，因为一家人都在等着她养活。父亲失业在家，母亲全职主妇，还要照顾患病的外公。姐姐未婚先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并且想要读完大学。路易莎的人生似乎被绑在了这里。隔天，她换了件鲜艳的衣服继续上班。内森交代路易莎只要按时给威尔吃药就行，其余的重活由她负责。What am I here for? To cheer him up, I guess. 路易莎很有生命力，活泼且随和，威尔很需要这些。于是，健谈的路易莎试探性地走进威尔的房间，希望可以带他出去走走，但威尔却不耐烦地拒绝了。如今的他似乎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只想这么安静地坐着发呆。My mother says you're chatty. Can we strike a deal whereby you are very unchatty around me?路易莎难掩脸上的尴尬，只好识趣地退出房间。就这样，她从上午9点半一直赋闲至中午12点半。带薪发呆实在枯燥乏味。内森回来后，叫辛苦了一上午的路易莎赶紧休息。她坐在庄园的长椅上啃着饭团。工作虽然轻松，可路易莎的内心却异常沉重。不过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以最新鲜的状态准时出现在威尔面前。可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威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甚至嘲讽她的衣品俗不可耐。更加糟糕的是，路易莎喂老板吃南瓜粥时，不小心洒了他一裤裆以上。如果你想窥探我更多的过去，抽屉里还有很多照片。显然，威尔误会了路易莎，因为他并没有嘲讽的意思。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会一直像无法溶解的冰河，不料这天事情迎来了转机。威尔的女友和发小来访，不过他们看起来遮遮掩掩，欲言又止中努力寻找着话题。尬聊几分钟后，两人还是坦白了恋爱的事情。威尔假装不在乎，可内心却充满了不甘与无奈。女友临走前说，她这2年一直想要见威尔，可自从瘫痪后，威尔就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言外之意是另谋新欢的事也不能怪我。威尔实在听不下去，面露鄙夷地进了房间。紧接着，路易莎就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Right, well, you better not move until I've cleaned that up, because I've got no idea what I'd do if you pop a tire. 他以为老板不小心摔碎了自己的青春，于是将破裂的相框粘了起来。然而令路易莎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好心并没有换来感谢。 Me smashing those photographs was not an accident. Sorry. Oh, I didn't think. You thought you knew best. 威尔说别自以为是的认为很了解我，实在无聊可以去研究蹩脚的土味穿搭。面对这番人身攻击，路易莎终于忍无可忍。 I'm not employed by you. I'm employed by your mother. So unless she says she doesn't want me here anymore, I'm staying. Not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or particularly enjoy your company, but because I need the money. I really need the money. 也许是这一番真情流露触动了威尔，两人之间的坚冰仿佛渐渐消融。只因瘫痪的2年里，威尔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被需要。和身边虚情假意的关心相比，突如其来的真实显得弥足珍贵。生命里有了光照进来，一切便有了色彩。于是，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他不再尖酸刻薄地刁难路易莎，而是开始关心路易莎的感受。这天，威尔邀请他一起看《权力的游戏》，期间威尔悄悄观察着路易莎的情绪。他原本不喜欢带字幕的电影，然而看完之后却莫名地爱上了这种感觉。两人来到外面透气，雨后
后的草地夹杂着泥土的芳香，有了共同爱好的他们似乎亲近了许多。母亲看到儿子与路易莎相谈甚欢，很是欣慰，因为这是他患病以来第一次破天荒地主动走出那个封闭的房间。连内森都说自己很久没有看到老板笑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几周后的一次检查，路易莎才知道，原来威尔的病永远都好不起来，而那些日常的康复训练只是为了防止肌肉萎缩。即便医学在不断发展，但至今没有办法治疗脊髓损伤。如内森所说，威尔的身体正每况愈下，因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排汗，就算只受一点风寒都会发高烧，血压不稳定还会引起肺炎。这晚路易莎没有按时下班，选择留下来陪护。百无聊赖的她打开了威尔的电脑，桌面上是朋友为她，好像什么项目都很擅长。损友们甚至将冰水浇在她身上寻求刺激，而如今这些只能凝固在冰冷的硬盘里。路易莎忍不住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威尔回忆说，2年前的一个雨天，一辆超速的摩托车撞上了自己的后腰，从那以后颈部以下就再也没有动过。路易莎本想回家叫威尔好好休息，没想到他却叫自己留下来。Tell me something good. I used to say that to my dad. But if I told you what he said back, you'd think I was insane. Alright, the ship has sailed, Clark. 路易莎提到小时候父亲唱给她的童谣，威尔好奇那是什么样的歌，于是路易莎害羞地清了清嗓子。I wish I lived in the honky land. Land where I was falling alone. 富有节奏的旋律成功逗笑了威尔，两个人也逐渐打开了话题。路易莎向威尔讲述起童年的难忘经历，母亲曾给她买过一双雨鞋，她喜欢到睡觉洗澡也要穿着，而自己最爱的打扮就是亮晶晶的雨鞋搭配一条大黄蜂连裤袜。但遗憾的是，现在怎么都买不到了。在路易莎的陪伴下，威尔安然入睡，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这天，威尔问路易莎：“你的这些奇怪衣品究竟从何而来？”路易莎说自己曾被一所大学录取，服装设计也是她最爱的专业。然而由于家庭贫困，自己不得不放弃学业。威尔觉得路易莎身上充满了潜力，不该把时间与青春浪费在城堡里。You need to widen your horizons, Clark. You only get one life. It's actually your duty to live it as fully as possible. 路易莎没有回应，而是扭转话题说威尔该刮胡子了。就这样，路易莎刮掉了威尔的胡子，那张阳光帅气的脸又回来了。虽然威尔笑得如此灿烂，但内心的阴霾并没有消散。这天，安乐机构寄来了回复信，他们通过了威尔的申请。两位老人意见不同，大吵一架。这一刻，路易莎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于是她再次找到姐姐倾诉内心的苦闷，想要就此辞去照顾威尔的工作。然而姐姐却阻止了她，因为这是一份意义非凡的工作。如果威尔心意已决，不如向他父母申请一笔钱，整理出遗愿清单，带威尔最后一次体验生活的乐趣。路易莎听到姐姐的建议，豁然开朗。或许完成所谓的遗愿清单，威尔就会放弃安乐的念头。就这样，他开始查阅大量资料，了解残疾人士的各种需求，最大程度地走进他们所处的世界，并试图将威尔从绝望的沼泽中拉出来。看到遗愿清单后，威尔的父母表示赞同，因为谁也不愿从内心深处放弃唯一的儿子。母亲叫路易莎制定一份详细的日程表，但父亲却坚决反对。No, let him do it for himself. Will needs to be allowed to feel like a man. 然而踏出病房的第一步，威尔就陷进了泥潭。路易莎和内森怎么使劲都推不出来，只好求助路过的陌生人。就这样，大家如离地般将威尔救了出来。但对于心高气傲的他来说，被当作特殊人群对待是内心。就这样，比赛正式开始，所有赛马风驰电掣般冲了出去，唯独3号美男子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没等比赛结束，路易莎便撕掉了投注的票据。午饭时，一行人来到餐厅，不料这里只对高级会员开放。路易莎只买了最便宜的套票，所以没有资格坐在这里吃饭。这时威尔显得极不耐烦，就差把尴尬2个字写在脸上。可路易莎却苦苦恳求服务员能不能让他们进去，可对方却一脸不屑地说外面有路边摊。路易莎还想争取，不料内森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这样，他们结束了并不愉快的旅行。回到家后，威尔将重金属音乐开到最大，试图掩盖今天的不悦。然而路易莎却关掉了它，并拿出2张古典音乐会的门票，希望威尔能够给自己一次弥补的机会。隔天，路易莎的装扮惊艳了内森，她一改往日的奶奶风格，穿上了一件大红色的裙子，但威尔却一眼看出了其中的不妥。Lose the scarf. The scarf? Why? If you're gonna wear a dress like that, Clark, you have to wear it with confidence. 当路易莎解下围巾时，威尔不由得裂开了嘴角。随后两人来到音乐厅，威尔说自己的脖子感觉不是很舒服。路易莎发现是衬衫的标签忘摘了，于是她直接用嘴咬了下来，并开玩笑地说幸亏不在裤裆里。其实路易莎从未感受过这样高端的音乐会，看得出来她十分享受。威尔时不时地偷瞄路易莎，这次他终于找到了当一个正常男人的感觉。音乐会结束后，威尔却迟迟不肯回家，他想和路易莎在车里多待一会儿。 I don't want to go in yet. I just want to be a man who's been to a concert with a girl in a red dress. Just a few minutes more.
路易莎生日这天，威尔应邀来到家里做客，但气氛却有些尴尬，因为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完全比不上威尔准备的。他竟然在项链上刻着自己的名字，而威尔送的大黄蜂连裤袜是路易莎梦寐以求的。那次谈心，他只是无意间提及到童年的趣事，没想到威尔竟真的放在了心上。于是路易莎当着男友的面，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它。聚会结束后，男友搂住路易莎宣誓主权，但威尔却用一句话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Just helping my girlfriend get the best out of her job. Oh, you're a lucky man. She certainly gives a good bed bath. 隔天，路易莎想要继续遗愿清单，可威尔却收到了前女友寄来的结婚请柬，并说此刻要带她去一个地方。威尔带路易莎来到城堡外面，说这是他线上初吻的地方，也是独处时最爱的环境。路易莎感慨这里的风景实在治愈，是自己看到过最美的。然而威尔却说，那是因为你从未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So where's better than this then? Paris. Sitting outside a cafe with a strong coffee and warm croissant with unsalted butter and strawberry jam. So let's go. We could get on the Eurostar right now. Nah, But you just said. you don't get it, Clark. 显然，路易莎没有读懂威尔的心境，她不想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以及巴黎那无法匹配的轮椅充电插座，拖着残病之躯前往记忆中最美的地方，只能徒添新的伤疤。如今，他只想参加前女友的婚礼，与自己的青春彻底诀别。当路易莎回到家里，发现父母正忙着庆祝，原来失业在家的父亲找到了古堡后勤主管的工作。路易莎立刻想到是威尔一手安排的，于是她立即打去了电话。Your dad needed a job, mine needed a head of maintenance. Yeah, but it's just the timing. It's just a bit. It's good. Your dad will be great. And it means... It means what? Well, it means that one day you can go off and spread your wing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veryone else. Put yourself first for once. 在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前，一向闭门谢客的威尔会见了一个神秘的男人。路易莎感到事出反常，便偷偷记下了男人的名字。经过查询，她才得知威尔会见的是一位遗嘱专家。原来看似逐渐走出阴霾的威尔，内心的决定始终没有动摇。路易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威尔的母亲，众人的神经再次紧绷了起来。婚礼当天，威尔强忍着泪水，目睹曾经的白月光嫁给别人，而自己只是个坐在角落的嘉宾。路易莎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因为这种事放谁身上都无法轻易释怀。晚宴时，路易莎坐上威尔的轮椅，就这样，威尔怀抱着路易莎，驾驶轮椅奔向了美妙的夜晚。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始终是个大问题，回家后威尔就病倒了。肺炎的折磨令威尔没有丝毫力气，哪怕是给逗他开心的路易莎献上一抹微笑。于是遗愿清单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因为威尔的肺实在太脆弱了，不允许他去往更远的地方。路易莎询问内森是不是早就知晓威尔的决定，内森没有反驳，紧接着讲述起这2年来的所见所闻。其实威尔活得很辛苦，有时会在深夜里嚎啕大哭，因为在梦里威尔依然能跳水、滑雪、跑步，做各种喜欢的运动。醒来时的落差感几乎会要了他的命。内森说自己不知如何安慰，更不能评判威尔做出的决定，但路易莎认为那是在遇见他之前。当然，内森也希望威尔能够活下去。I want him to live, Lou. But only if he wants to live. I can't just let this happen. I can't.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if I could come up with another trip that the doctors would agree to, would you come with us? Yeah. 当男友得知路易莎的计划后，感觉整个人都变绿了。星空下的热水浴、按摩，与海豚共有5星奢华客房服务，在男友看来，这根本不是工作，而是度蜜月。 Just see while you swan off with another man on a honeymoon. His other caregiver's coming too. Oh, 2 guys. Oh, well, that's all right then. Patrick. 7 years. We've been together, Lou. You've known him 5 months. But he needs me. And I don't. I'm sorry. 一句对不起，彻底斩断了2人的7年之痒。路易莎之所以如此果断，是因为男友只爱她自己。不久之后，威尔一行人包机抵达了遗愿清单的最后一站——夏威夷。内森负责体验各种项目，而威尔与路易莎只需躺下来享受日光浴。其实这些对于家境优渥的威尔来说，早都没有新鲜感了。他之所以答应，是因为路易莎并没有体验过世界的美妙。夜幕降临，内森说新认识的女孩独自回酒店不太安全。威尔秒懂选择了成人之美。不久之后，天空下起了大雨。路易莎本想关上门窗，可威尔却说自己非常喜欢雨夜的感觉，而且他希望路易莎今晚也能够留下来。就这样，2人情到深处依偎在一起，吻上了彼此的嘴唇。隔天，威尔给路易莎报名了潜水。路易莎说她连游泳都不会，更别说难度极高的潜水。威尔看来是路易莎带着威尔完成遗愿清单，但事实恰恰相反，是威尔陪着路易莎接触她从未体验过的世界。暮霭之下，路易莎以为威尔已经放下了安乐的执念，不料该来的还是来了。威尔向路易莎坦白了自己的计划。路易莎说自己其实早就知道，但现在她
只想要威尔活下去。6个月的相处中，威尔改变了这个小镇女孩，她就像路易莎贫瘠土地升起来的神庙。路易莎描绘着两人未来的美好生活，可威尔却不这么认为，因为纯粹的爱不是束缚，而是成全。他不想路易莎下半生围着轮椅打转，即便现在爱的浓烈，可终究无法抵过时间的流逝。对高位截瘫的威尔来说，就算路易莎一丝不挂地站在自己面前，他也无能为力。总有一天，路易莎会厌倦这样的生活。然而路易莎却反驳道：“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爱更不会消失。”面对泪眼朦胧的路易莎，威尔说：“我曾经体验过人生的美好，内心装着山河大海，怎能容忍生活的苟且？”路易莎彻底崩溃，她原以为可以治愈威尔的内心，可如今看来一切都是徒劳。 Don't say another word. You're so selfish. I tore my heart out in front of you, and all you can say is no. And now you want me to come and watch the worst thing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you're asking? I wish I had never taken this stupid job. I wish I had never met you. Louisa! Louisa! 隔天几人启程回国，路易莎难过的沉默不语，甚至不敢与威尔对视。落地之后，父母来接应他们，看到威尔那灿烂的笑容，他们都以为路易莎的计划成功了。然而就在父亲提出要一起共进晚餐时，路易莎却冷冷地拒绝了，表示自己现在只想回家。这时母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连忙追出去询问路易莎。残存的幻想随着路易莎的离去彻底破灭。推开家门的那一刻，路易莎再也绷不住了，扑进姐姐怀里嚎啕大哭。隔天父亲安慰路易莎：“其实你并没有失败，因为改变威尔的心意谈何容易。” I mean, what can you do? You love them. No one could have done more than you. You have a heart as big as that castle, and I love you for it. Have you seen Mr. Trainer? They left this morning. Dad, have I made a huge mistake? Call them. You still have time. 一语点醒梦中人，路易莎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错过了最后一次爱威尔的机会，于是她匆匆赶往瑞士的那家安乐机构。路易莎问姐姐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姐姐说在你遇见威尔之前，不也是一堆废柴吗？跟着内心的感觉走吧。不久之后，路易莎抵达了瑞士，威尔的父母把时间留给了他们。威尔叫路易莎打开窗户，他要最后一次看看世间的风景。You really are the most impossible man, Trainer. And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me. No, it won't. You sad clock. Tell me something good. I live in the dish. I live in the dish. In the broken night. I was born. 当最后一次亲吻结束后，威尔知道是时候该离开了。 Can you call my parents in? 在路易莎的陪伴下，威尔带着幸福体面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许8、9的不如意。几周后，路易莎带着威尔的心愿来到了巴黎，坐在了塞纳河畔的咖啡店，怀着复杂的情绪，路易莎打开了威尔留下的一封信。When you get back home, Michael Lawler will give you access to a bank account that contains enough to give you a new beginning. Don't start panicking. It's not enough for you to sit aroun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but it should buy you your freedom. At least from that little town we both call home. Live boldly, Clark. Push yourself. Don't settle. Don't think of me too often. I don't want you getting sad. Just live well. Just live. I'll be walking bes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